他叫骨头，是个杀手，华丽的打法，凶狠的出招，他让格斗比赛成为暴力美学。他是最精密的人体武器，193公分的身高，215公分的臂展，让他的肘击快如疾风，就像直升机的螺旋桨。全面的格斗技术找不出任何短板，和柔术黑带拼降服，与奥运摔跤手比脚力。职业战绩26胜1负，踩着众多高手走上巅峰，唯一的败绩还是输给自己，因为能够打败他的只有自己。10年时间赢下14场冠军赛，统治时间长达2098天。他是公认的轻重量级最无解的男人，为了打败他，动用了整个级别所有力量，却没有人能亲手将他终结。他就是轻重量级的终极 BOSS 骨头乔恩·琼斯。我们曾经评价一位拳手，经常会说他力量真大，他速度贼快，他战绩够屌，但却很少听到格斗智商。只有用脑子打拳，再配上过人的天赋，才能称为高手中的高手。或许大家同时加入综合格斗，一起努力训练，不断提升战绩，好不容易打进前10，排名却很难再提升。而有的人却轻松成为世界冠军，还可以保持长期统治，最终缔造出传奇人生。拼到最后，拳商和天赋这种东西才逐渐开始被放大。普通人的身高和臂展大多为1比1，浮动不会超过5公分。琼斯臂展超过22公分，嘴炮臂展超过13公分，纳甘诺臂展超过18公分，这就叫老天爷赏饭。当然，格斗选手也有意外。嘴炮忠实小弟洛伯夫身高175公分，臂展165公分，恐怕就要哭晕在厕所，因为天赋很难被训练。今天的影片将会讲述 UFC 最有天赋的武学奇才——格斗天才乔恩·琼斯。1987年7月19日，乔恩·琼斯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家里一共有4个孩子，琼斯排名老3。姐姐在18岁时因脑瘤去世，哥哥和弟弟凭借着强壮的体格入选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如果单论身体素质，琼斯可能是兄弟3人中最弱的。琼斯并没有像兄弟们一样选择橄榄球，而是选择了摔跤这项运动。在学习期间，因为身材矮小，教练给他起了骨头的绰号。自身的刻苦训练，再加上强大的运动基因，琼斯在19岁时就获得了 JOCO 摔跤冠军。琼斯在大学期间专业是刑事司法，他的梦想是成为家乡的警察，为乡亲们除暴安良，维持秩序。真正让他认识综合格斗，是通过室友乔索托。他每天都会告诉琼斯，将来要成为 MMA 选手，并且拉着琼斯在 YouTube 一起观看 MMA 比赛。当然还影响到一个人，睡在上铺的兄弟科尔比·科文顿。日后他成为了 UFC 次中临时冠军，乔索托成为了 Bellator 羽量级冠军。一间宿舍走出3位格斗冠军，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出第2间。琼斯在大学期间，女朋友意外怀孕，琼斯只能退学赚钱养家，加上室友乔索托的洗脑，琼斯决定参加 MMA 比赛，但很快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是一名基督牧师，希望琼斯毕业后能子承父业。虽然从小在教堂长大，琼斯也有自己的信仰，甚至把圣经中的经文《腓立比书》4比13刺在身上，但并没有想过以此为生。充满血性的八角铁笼才是自己向往的地方。2008年4月12日，琼斯在经过几个月的 MMA 专业训练之后，就参加了第1场比赛，并在首回合 TKO 对手，顺利拿下了1血。超高的出场频率让他只花了3个月时间就打赢了6场比赛，甚至前3场比赛保持着1周1战。在第6场比赛中赢下了 USKBA 轻重量级冠军。从训练到成为冠军前后不到1年时间，虽然有摔跤功底的加持，但要打败技术更全面、比赛经验更丰富的对手，普通人也只能想想。普通人出道4个月就被 UFC 签约。2008年8月9日，乔恩·琼斯正式加入 UFC， 并在2009年认识了 MMA 界的传奇教练格雷格·杰克逊和温克·约翰逊。他们的训练馆走出过很多 UFC 冠军级大神 GSP、拉沙德·埃文斯、BJ 佩恩等等。乔恩·琼斯的身体优势被教练精心打磨放大，215公分的臂展就像远距离大炮，让他可以在安全距离内从任意角度击打到对手，而对手却只能干瞪眼。远距离的跳跃飞膝，近距离的转身肘击，贴身后的过胸抱摔，控制距离的截腿踢，甚至是江湖招式戳眼，都被他玩得炉火纯青。
不只是打斗风格华丽，更重要的是充满杀机。当这些招式配上身体天赋，就成了对手无法破解的难题。交代完琼斯的生活背景，大师也将带你一起了解琼斯在 UFC 的收割之旅。琼斯的战绩为26胜1负，还有1次无结果。很多人都会好奇那一场究竟输给了谁？2009年对战马特·哈密尔，曾经在 NCAA 摔跤锦标赛3次得到金牌，完成了3连冠，并在1997和2001的残奥会摔跤项目中获得了2枚金牌。因为哈密尔先天性耳聋，比赛首回合琼斯摔倒哈密尔，并在上位骑乘进行疯狂砸击。在琼斯使用出违规力肘后，裁判叫停了比赛。原本违规力肘是要扣分处理，但哈密尔肩关节出现脱臼，乔恩·琼斯被取消了比赛资格，所以哈密尔成了唯一赢过琼斯的人。题外话，马特·哈密尔的故事被好莱坞拍成电影《重拳》，是一部关于摔跤手的励志电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我们再回到故事主线。2011年2月5日 ，UFC 126，琼斯遇到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强硬的对手瑞安·巴德。此时的巴德有着更闪耀的光环 ，NCAA 一阵摔跤手，终极斗士第8季冠军，职业生涯12战无败绩。面对如此显赫的履历，甚至被外界一致看好。Jones digs that shin in. Long reach. It enables, he's going for a guillotine. John Jones! 第2回合只用了40秒，琼斯成功部署断头台，赐予了巴德职业首败，赢下了比赛和当晚最佳降服，也预示着骨头的统治王朝即将开启。而巴德在2017年转战 Bellator 赛事，成为 Bellator 轻重量级冠军。在2019年35秒击败菲多后，又拿下了重量级冠军，成为该赛事的双冠王。这场比赛结束后的42天，原定在 UFC 128挑战冠军的拉沙德·艾文斯，在训练中膝盖受伤，只能退出当晚的比赛，所以由头门师弟琼斯代替上场，挑战轻重量级的冠军将军胡阿。从 P 时代打到 UFC， 战胜的高手不计其数，冰人查克、狼人杰克逊、大牛头人盖诺拉、锤子阿里斯泰·欧沃瑞姆、怪力男凯文·兰德曼等等。一位是目中无人的初生牛犊，一位是叱咤擂台的传奇老将。琼斯当晚在所有观众的注视下，打出自己独有的格斗风格，合理的战术运用，强大的身体条件，让这场冠军战变成了一边倒。面对琼斯的超远距离攻击范围，将军胡阿就显得措手不及。就算近距离打斗，琼斯的膝肘也足够犀利。铁笼边的近距离缠斗，琼斯控制后的转身肘击，也震撼了当晚所有观众。最终在第3回合，伴随着一记膝击，一代将军倒在笼边。当琼斯把冠军腰带挂在腰上时，也预示着自己的统治时代到来。现场所有观众一起见证，这位23岁天才选手出道只用了3年时间，成为了 UFC 最年轻的冠军。接下来的琼斯会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011年 UFC 135，琼斯又为观众表演了一场生动的屠狼大战。第一次卫冕就遇到了狼人昆顿·杰克逊。P 时代的格斗老将，出场自带一根铁链，狂暴的打法，凶恶的面相，就算隔着屏幕也能感觉到是个狠人。然而这匹凶猛的野狼却被骨头打成了灰太狼，成为继樱庭和志之后第2位降服狼人的选手。2011年的 UFC 140遇到了 UFC 擂台最强空手道代表丁田龙太，当时战绩17胜2负。这位昔日的轻重量级冠军，3岁练习空手道，13岁成为黑带。相扑、泰拳、截拳道、巴西柔术都是他的训练项目。巴西柔术早已获得黑带。丁田龙太不仅有着极高的武术造诣，还有着崇高的武德，击倒对手及时收拳，还向对手鞠躬道歉，颇有一番大师做派。比赛首回合，龙太保持灵活步伐，控制距离，快进快出，掌握了场上的节奏，也让琼斯感到有些头疼。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琼斯做出战术调整，在铁笼边放倒龙太，利用自己家常臂展上位压制，砸肘放血，在迎击中精准命中，龙太失去抵抗能力。最终琼斯送给丁田龙太无比残酷的降服，站立断头台，被搅晕的龙太昏死在擂台。乔恩·琼斯成为史上第一个降服龙太的人。时间快速来到2013年，在 UFC 165，琼斯遇到了职业生涯以来最为狼狈的一场比赛，对手是来自瑞典的维京战士亚历山大·古斯塔夫森，有着15战1负的不俗战绩。这场比赛有多激烈？双方打完比赛在医院相遇，同时这场比赛也被评为年度最佳，甚至被媒体称为史诗级对决。
es algo que lo hace impredecible. Mira quién lleva. No tiene que inventar. Ver el campeón con la adversidad. Vuelvo a repetir. Rostro de el más difícil todavía. Obviamente Gustafsson. Y no ha tocado todavía la. Uy, que el derribe sea así. Él sabe por qué. Cuidado. Lo conectó, lo lastimó. Ahora sí, viene el campeón. Estamos. Ahí estamos. 3. Levanta. Queda superior. Se esté recuperando. Podría intentar. ¡Ay! Hasta aquí。 比赛的结果为裁判一致判定，乔恩·琼斯赢下这场比赛。古斯塔夫森第一次离冠军腰带这么近，但却还是只差一点点，最终带着遗憾黯然离场。2015年 UFC 182，琼斯迎战职业生涯真正的宿敌，有着15战全胜的丹尼尔·科米尔。 NCAA 全国摔跤冠军，6年的全美锦标赛冠军，奥运会美国摔跤队队长 Swake Force 重量级冠军，摔跤能力在 UFC 毋庸置疑，就连小鹰哈比布见到他也要喊一声大哥。在赛前发布会上，双方互不相让，直接动手，火药味瞬间被推到顶点，两人也因此被罚5万美金。再到称重仪式上，科米尔只留下背影给摄影师，拒绝和琼斯对视来表达不屑。然而这场比赛将会彻底打破 DC 科米尔的连胜纪录。 Early. Nice knee in the body by John. Look at this. John taking it down, DC. Pressure by DC. Cormier doesn't want to test him. He wants to beat him. Good right hand by Cormier. Uppercut again. Fighting in a full. But John Jones springs right back up to his feet. Look at this. 比赛结果一致判定，乔恩·琼斯赢下这场比赛，但却因可卡因测试呈阳性，让这场比赛备受争议。就在这一年4月28日，琼斯开车在阿尔伯克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3辆车连环相撞，其中一名孕妇手臂骨折，琼斯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察在车内找到装有大麻的大麻管。警察在第2天找到琼斯，琼斯缴纳了2500美元后被释放，冠军腰带被剥夺，还给予了禁赛的处罚。这期间的 DC 科米尔战胜安东尼·约翰逊后，夺得轻重量级冠军腰带。直到2017年 UFC 214，琼斯再次回到八角铁笼，向冠军科米尔发起挑战，只为夺回自己曾经的荣耀。这次的2番战都有过之前被罚款的经历，双方从当初的赛前武斗变成了优雅的口吐芬芳。只要两人一见面，无论任何时间，不管任何地点，打嘴炮只是日常问候。最具统治力的老冠军对战风头正盛的新冠军，琼斯的武力是否被荒废，也是观众最感兴趣的地方。仅仅用了3个回合就结束了这场世仇大战，科米尔被残酷的终结，琼斯赢下了这场比赛。科米尔却在擂台角落哭得像一个200多斤的孩子，呕心沥血的准备比赛，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赛后，琼斯因药检不合格，比赛结果被改为无结果，并处罚了20万5千美金。科米尔的冠军头衔被恢复。随后，科米尔回到重量级，击败米尤奇后成为冠军，成为双冠王后，主动放弃了轻重量级的冠军腰带。而琼斯这边禁赛期满以后，再次回到擂台。2018年 UFC 232，琼斯对上了昔日的老对手亚历山大·古斯塔夫森，那个曾经差点打败琼斯的男人，再次成为琼斯回归的拦路虎。也许是拳迷的期望值太高，古斯塔夫森的发挥远不如一番战，26%的有效击打命中率，并没有对琼斯造成威胁。琼斯吸取一番战的教训，最终通过地面压制获胜，赢得了空缺的冠军腰带，再次向世人证明谁才是真正的轻重量级之王。随后，琼斯又战胜了安东尼·史密斯、迪亚格·桑托斯。2020年 UFC 247对上了12战连胜的多米尼克·雷耶斯，最终以一致判定赢下了比赛。这场比赛的结果也引起了争议，琼斯的冠军赛胜场也刷新到了14场，成为 UFC 冠军赛胜场最多的选手。作为站在顶峰的高手，也会被对手反复研究，这么多年来却没有被击败，足以说明琼斯的强大统治力。今年琼斯因薪水的问题和白大拿发生了分歧，主动放弃轻重量级的冠军腰带，并表示要升重到重量级。
或许下一次看到骨头琼斯，他的对手将会是绝对力量的铁血纳甘诺，技术全面的小战警米尤奇。回顾乔恩·琼斯的职业生涯，曾长期盘踞 PFPOW 的排名第一，10年时间横跨3个时代，从最早的将军、龙泰、狼人、蜜糖，到同时代的古斯塔夫森、科米尔，再到后时代的史密斯、桑托斯、雷耶斯，不同风格的对手，不同背景的高手，在他锋利的肢体之下，得到的或许不止败战，更是一场无奈和痛苦。要说强，他是真的强，超高的格斗技艺和临场的格斗智商，曾为观众带来赏心悦目的精彩瞬间。但他也是天使和恶魔的混合体。总裁白大拿评价琼斯，他是最具有天赋的选手，但他却浪费自己的才华，就像在亲手毁掉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在技术和实力层面，最后一场虽然存在争议，但他也是轻重量级这10年统治力最强的不败王者，甚至可以称为众神之神，这些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赚到钱和得到名望后，面对诱惑逐渐放飞自我。原本的他终点是伟大，但生活中的酒驾、逃逸、吸食大麻，也让伟大一词离他渐行渐远。如今的琼斯只有33岁，尽管出道就是巅峰，但以后的路还很长。天赋凛然的乔恩·琼斯生重挑战重量级选手，能否表现出可怕的主宰力，又能否续写不败神话？这将会是一轮新的挑战。好了，感谢观看这一期的格斗大视野，还没有订阅关注的朋友，给一个关注吧。我们下期再见。